利比里亚是一个位于西非海岸的国家。12世纪以前，利比里亚是人口稀少的赤道雨林地区。利比里亚原住民可能于12世纪至16世纪之间从北部和东部迁徙至现今的利比里亚地区。殖民者入侵以前，这里尚处在分散的部落联盟阶段。葡萄牙人大约在1461年首次与利比里亚接触，因当地拥有大片胡椒种植园，葡萄牙人将其命名为胡椒海岸。自1619年起，为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非洲人被贩卖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1776年美国独立时，全美黑人数量从1680年的700人增长到50万，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南方蓄奴州。这是对天赋人权思想的讽刺。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就公开反对奴隶制。在这样的背景下，黑奴较少的北方各州先后废除奴隶制，南方的蓄奴州也有黑奴通过各种方式逃到北方。自由黑人数量迅速膨胀后，如何对待他们成了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有的白人害怕自由黑人会鼓动黑奴暴动，也有白人担心他们与自己竞争工作岗位。另一些人则认为，当时的种族主义社会将给共存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对待自由黑人同社会的关系上，美国第3任总统杰斐逊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1785年出版的《弗吉尼亚札记》中第一次提出了把自由黑人遣回非洲故乡的设想。此举既可以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又可以在非洲传播基督教文明，因而很快得到了政界和宗教人士的广泛赞同。1787年，英国把一部分黑人送回非洲，建立了塞拉利昂殖民地，这给美国持遣返观点的群体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实力有限的美国，为了避免同英国在非洲产生冲突，没有由政府出面，而是在1816年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这一民间组织。该协会的目的就是将自由黑人遣返非洲。遣返之前，美国殖民协会派人到英属塞拉利昂寻找殖民地点，最终他们选择了塞拉利昂东南方的海岸。该地是人烟稀少的热带雨林地区，仅有一些分散的黑人部落。1819年3月，以美国殖民协会的提案为基础，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遣返自由黑人到非洲建立殖民地的法案。1820年2月6日，美国殖民协会的伊丽莎白号从纽约出发前往西非，船上载有86名定居者。他们在梅苏拉多角登陆后，随即向当地土著提出了领土要求。当地的曼巴人和德伊人酋长在殖民者的武力威胁下，被迫将一块长130英里、宽40英里的滨海土地出售给了美国殖民协会。第2年，更多的自由黑人被遣返到这里，在白人的带领下，他们镇压了土著黑人的反抗，建立起第一块殖民地。1824年2月，美国殖民协会依照拉丁文自由一词，给这块殖民地正式命名为利比里亚。为了纪念积极支持殖民运动的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梅苏拉多角居住点被命名为蒙罗维亚。该城濒临大西洋，是利比里亚首都和人口最多的城市。蒙罗维亚因年均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是全球降雨最多的地区之一，因此它又被称为非洲雨都。在美国殖民协会的影响下，1832年，马里兰州在利比里亚东南方建立了马里兰殖民地。为了壮大力量，1839年，除马里兰殖民地外，美国其他州所建立的殖民地选择以蒙罗维亚为中心，组成利比里亚联邦。利比里亚联邦建立后，由美国第15任总统詹姆斯·布坎南的堂弟担任总督。1842年，托马斯·布坎南去世后，罗伯茨被任命为该殖民地的第1任黑人总督。罗伯茨就任总督后，同马里兰殖民地总督就对外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等问题达成一致。联邦的建立增强了利比里亚的力量。与此同时，利比里亚联邦因围绕土地和关税问题，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45年，利比里亚在巴萨湾捕获一艘未交进口税的英国商船，在弗里顿的英国人立刻做出反应，派英国炮艇在大巴萨港捕获一艘利比里亚货轮，指控船主涉嫌奴隶贸易。罗伯茨总督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呼吁美国政府介入。美国政府随后请求英国承认利比里亚的主权。针对美国政府的请求，英国政府表示不能将一个慈善协会建立的商业性实体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因而无需遵守当地的法律。
面对英国的挑战，利比里亚联邦立法委员会要求美国殖民协会允许利比里亚成为独立国家。1846年1月，美国殖民协会因无法继续负担其殖民地的经费，不得不同意利比里亚独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是第一个与利比里亚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由于南方奴隶主的反对，美国直到1862年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政府才承认了利比里亚的独立。利比里亚独立后，利比里亚以美国宪法为蓝本，起草了利比里亚联邦宪法。利比里亚还仿效美国，将全国划分为15个州，并采用星条旗作为国旗。利比里亚共和国诞生时，非洲其他地区还处于殖民地或土著部落状态，它是黑人第一次采用美式民主制度治理国家。然而，利比里亚并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盲目仿照美国制度注定水土不服。利比里亚独立后，从美国遣返的自由黑人被称为美裔利比里亚人。为了反映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美裔利比里亚人创建了一种文化和种族等级制度，他们自己处于最高层，而利比里亚原住民则处于最底层。美裔利比里亚人占总人口不到5%，却控制着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资源，这使得原住民被排除在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从1847年到1980年，利比里亚换了20任总统，全部是美裔利比里亚人。美裔利比里亚人占据高端就业岗位，拿走了大部分收入，而把低端工作和贫穷留给了土著。1912年，利比里亚为挽救财政危机，被迫以关税和其他收入做抵押，向国际财团寻求贷款。美国人由此担任了利比里亚海关总监和财政顾问。1926年，美国费尔斯通橡胶公司在利比里亚取得土地租让权，成为利比里亚的国中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利用利比里亚的战略地位，在这里建设军事基地，进一步加强对利比里亚全方位的控制。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利比里亚总统杜伯曼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积极鼓励外国资本投资。凭借橡胶与铁矿的出口，利比里亚人均收入达到了中等国家水平。与此同时，利比里亚土著的艰难处境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缓和族群矛盾，利比里亚政府规定，所有的利比里亚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举并没有改变利比里亚土著的处境。当时，仅占总人口3.4%的美裔利比里亚人占据着利比里亚全国60.4%的财富。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由于全球石油价格暴涨，利比里亚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枯竭，而随着橡胶价格的大幅下滑，更是给利比里亚经济带来重创。1979年，民众对政府提高米价计划的不满，引发了蒙罗维亚街头的抗议示威活动。总统托尔伯特下令军队向示威者开枪，造成70人死亡。当时，土著黑人占据利比里亚军队相当的比例，他们对民众的遭遇充满了同情。1980年4月12日，多伊和好友奎翁巴、泰勒等10名军人悄悄翻过了总统府的围墙，冲到了总统托尔伯特的卧室里。杀死总统后，多伊派人将托尔伯特暴尸示众。在多伊统治期间，其出身的克兰族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几乎垄断了利比里亚所有领域的重要职位。由此激起其他部族的愤怒，最终导致大规模内战的爆发。14年的利比里亚内战造成25万人死于非命，利比里亚经济近乎崩溃。直到2003年，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介入下，利比里亚内战才得以平息。然而，10余年的内战早已耗尽部族之间的信任，而埃博拉疫情的大爆发更是给利比里亚带来难以承受的创伤。正是在这双重打击下，利比里亚迅速坠落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在2年的过渡期结束后，2005年10月，利比里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民主选举，进入决赛的是团结党候选人瑟利夫与民主变革联盟候选人世界足球先生乔治·维阿。当时，瑟利夫已经67岁，而维阿只有39岁。作为政坛老手，瑟利夫比维阿更懂得民间疾苦。他在竞选中承诺，在给民众带来和平局面的同时，打造了一个高效廉洁、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政府。在当年的大选中，瑟利夫最终以59.4%得票率，成为非洲首位女性总统。瑟利夫上台后，
以雷厉风行的方式兑现自己的竞选诺言。正因如此，瑟利夫被国际社会誉为非洲铁娘子。瑟利夫在首个任期内最耀眼的成就，无疑是利用自己在国际金融界的超强人脉，使国际社会同意免除利比里亚的大量债务。到2011年，利比里亚成为唯一一个不欠外债的非洲国家。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瑟利夫以90.7%的超高得票率获得连任。同年10月，瑟利夫因维护妇女权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瑟利夫虽然属于团结党，但因与副总统博阿凯长期不和，在2017年底的总统大选中，瑟列夫并未支持本党候选人博阿凯，而是鼓励民众去支持维阿再次参选，使得后者最终胜出。此次就职典礼标志着利比里亚74年来首次实现权力和平过渡。维阿将打击腐败、改革经济、消除文盲列为其总统任期内的主要目标。反对党领袖博阿凯在竞争激烈的2023年总统选举中击败维阿。2024年1月22日，博阿凯宣誓就任利比里亚新总统。